僵尸便利店500年一遇的大暴雨，香港100年一遇的大暴雨，天文台发出了黑色暴雨警告信号，全港学校停课，大部分公司停工，街道上空无一人，只有雨水疯狂地拍打着地面，但有一个人，不，有一只僵尸，今天要上班。新界北一条偏远的乡村，阿跳的家，准确来说，是一个简陋的木棚，里面摆着他的棺材，外面狂风暴雨，风吹得木棚吱吱作响，棺材都快要被吹走了。阿跳从棺材里坐直，用头顶开棺材盖，砰一声弹出来。他看了看窗外，不，应该说看了看木棚的裂缝，雨水正从那里灌进来。阿跳想看看现在几点，他本来有一台收音机，但已经卖掉了，所以他只能用另一个方法，看怀表。他从官帽里掏出一个古老的怀表，表盘生锈，指针停在不知道什么时间。阿跳拧了几下，怀表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，然后开始走动。他看了看，晚上11点45分，距离上班还有15分钟。阿跳决定出发，他穿上清朝官服，用胶纸把额头黄符粘实，这是上次学到的教训。官帽他用一条绳子绑在下巴上，防止被风吹走。最后他拿了一把雨伞，一把破烂的雨伞，伞骨断了3根，伞面有几个洞，但阿跳很乐观，总好过没有啦。阿跳一跳出门，立刻被狂风吹得向后倾，他用力往前跳，但风太大，整个人像一个在跑步机上跑步的人，原地跳了10分钟还在原地。雨水从伞的洞里淋下来，淋得他全身湿透。虽然他是僵尸，不怕冷，但这样也很狼狈啊。阿跳想了想，决定用另一个方法。他收起雨伞，整个人趴在地上，用爬的。阿跳趴在地上爬行，但问题是他的双手伸直，无法弯曲，所以他的爬行是整个人贴地，用头和脚推着前进，像一个坏掉的机械虫。雨水冲刷住他，他的脸红补补，现在更红了，因为被雨水打得通红。路过的一只流浪猫看住他，猫的表情好像在说：这有在干吗？阿跳爬了一段路，发现前面乡村小路已经变成了一条小河，水尽，水深及腰。阿跳站起来，因为爬的话会被淹没，水流冲得他摇摇欲坠。他像一个不倒翁在水中摇晃，官帽上的绳子勒住下巴，勒得他整张脸都变形了。阿跳想，这样下去不行啊。突然，阿跳看到路边有一块木板，眼睛发光，他用伸直的手夹住木板，把木板放在水面上，然后整个人趴在木板上，用头和脚划水，像一个笨拙的冲浪手。木板摇摇晃晃，阿跳也摇摇晃晃，但他前进了，虽然速度很慢，像在龟速前进，但至少他在移动。正当阿跳得意洋洋的时候，木板滑到了一个斜坡位，水流变急了，阿跳像坐滑梯一样被冲下去，木板在水上旋转，阿跳在木板上转圈，表情从开心变惊恐，哇哇哇！最后木板撞到一块石头，阿跳飞了出去，像一个被发射的炮弹，在空中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。阿跳在空中飞翔，他的双手伸直，官帽飞走了，绳子断了，黄符也被吹走了，整个人像超人，但姿势僵硬得像一块木板。背景是暴雨和闪电，阿跳的表情惊恐又滑稽，救命啊！虽然他是僵尸，不会死，但这样摔下去也很痛啊！啪！阿跳掉进了一个大坑，其实是道路塌陷形成的大水坑，水深3米。阿跳沉下去，气泡咕噜咕噜冒上来，1秒、2秒、3秒，突然，阿跳从水底跳起来，像海豚跃出水面，因为他是僵尸嘛，僵尸的本能就是跳。他从水里跳出来，全身湿透，脸上挂着水草，看起来像一个刚从海里爬上来的僵尸。阿跳狼狈地爬到巴士站，巴士站牌被风吹歪了，站牌上写住往旺角，但巴士当然不会在暴雨中运行。
阿跳看住空荡荡的马路，表情绝望，没有车，没有船，没有……等等。阿跳看到路边有一辆单车，虽然单车也被雨水淋得生锈，但还能用。阿跳决定骑单车，但问题是他的双手伸直，无法弯曲，无法握带盘，怎么办？阿跳想了想，然后他整个人站在单车上，用头顶住带盘，用脚踩踏板，像一个马戏团表演者。单车摇摇欲坠，阿跳也摇摇欲坠，但他前进了。虽然姿势诡异的可以拿去参加奥运会，如果奥运会有僵尸骑单车这个项目的话。正当阿跳得意的时候，单车骑到了一个下坡位，速度越来越快，阿跳无法刹车，因为他的手无法弯曲按刹车掣，整个人和单车像火箭一样冲下去。阿跳的脸被风吹得变形，官服被风吹得像旗帜一样飘扬。停下来！但单车不听话，它像有了自己的意志，疯狂地往前冲。单车冲进了一个隧道，隧道里有积水，单车轮子打滑，阿跳飞了出去。这次他撞到隧道墙壁，像壁虎一样贴在墙上，因为他的官服湿了，粘住了墙壁。然后阿跳慢慢滑下来，像一个坏掉的电梯，啪，他掉在地上。阿跳躺在地上，看住隧道顶部，心想：我是不是应该放弃？突然，阿跳的官帽飞回来了，被风吹回来的。官帽里的手机响了，阿跳居然有手机，其实是九叔之前给他的备用机。阿跳用伸直的手夹起手机，屏幕上显示九叔。阿跳接听，九叔，他的声音被风雨声淹没。电话那头，九叔的声音：阿跳，你在哪里？阿跳，我在新界。九叔，新界，现在黑色暴雨警告啊，你不用上班了，快点找个地方躲起来。阿跳，但我答应了你今天上班。九叔叹气，你这个笨蛋僵尸。九叔挂了电话，在收银台后面走来走去，他想了想，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把雨伞和一件雨衣，穿上雨衣，拿起雨伞。九叔表情坚定地走出便利店，店长牌翻到暂时离开，5分钟后回来。虽然外面是黑色暴雨，但九叔决定去接阿跳。九叔在暴雨中前行，风吹得他的雨衣飘扬，雨伞被吹翻了好几次。他狼狈地在地铁站、巴士站寻找，但都没有阿跳的踪影。九叔的表情越来越担心，那个笨蛋僵尸到底在哪里啊？九叔来到了一个隧道，他看到隧道口有一辆破烂的单车。走进隧道，九叔看到了阿跳。阿跳躺在地上，全身湿透，官服破烂，脸上挂着水草，像一个刚经历了世界末日的幸存者。九叔走过去，蹲下来。阿跳。阿跳睁开眼睛。九叔。九叔扶起阿跳，一边责备一边帮他拍掉身上的泥土和水草。你这个笨蛋，黑色暴雨警告还来上班，你知不知道很危险啊？阿跳委屈地说。但我答应了你今天上班，我不想让你失望。九叔的表情从生气变成无奈，再变成心疼，他叹了口气。算了，跟我回去吧。九叔和阿跳回到便利店，阿跳滴滴答答的滴水，在地下形成了一个小水洼。九叔拿毛巾给阿跳擦，但阿跳的手伸直，无法擦，九叔只好帮他擦。一个道士帮一只僵尸擦身体，这个画面要是被人看到，一定会以为自己在做梦。但九叔不在乎，他认真地帮阿跳擦前头发、脸、官服。九叔给阿跳一杯热茶，阿跳闻而不是喝。然后九叔坐在收银台后面，认真地跟阿跳说：阿跳，你住哪里？阿跳：新界北。九叔：新界北那么远，你每天这样上下班太危险了，特别是遇到暴雨。阿跳小声说：但我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住，我的棺材在那里。九叔想了想，然后站起来，跟我来。他带着阿跳走到便利店后面，打开一道门，里面是一个小房间，大约50尺，有一张床，一个衣柜，一张桌子，虽然简陋，但很整洁，
窗户可以看到旺角街头。九叔，这是店里的储物房，我很少用，你要不要住在这里？阿跳站在房间门口，双眼发光，脸红补补更红了。这次是因为兴奋，他走进房间，摸摸床，摸摸衣柜，摸摸桌子，像一个第一次进入皇宫的农民。阿跳，这是给我的。九叔，反正空住也是空住，你住在这里就不用每天从新界赶过来了，也安全一点。阿跳的眼睛湿润了，阿跳感动的想鞠躬，但又撞到地板。九叔无奈的笑，阿跳，九叔，我可以把我的棺材也搬过来吗？九叔呆了一呆，棺材在哪儿？阿跳，在新界村屋。九叔的表情苦恼了，你要把棺材搬来这里，这里是旺角啊，怎么办？阿跳想了想，我可以用头顶过来。九叔揉太阳穴，深呼吸，最后妥协。算了，你先住在这里，棺材的事以后再说。今晚，阿跳开心的点头，但然后他困惑的问，床怎么睡？九叔，你平时睡棺材？阿跳，棺材是硬的，床是软的，我怕我会陷进去。阿跳小心翼翼地坐在床边，然后慢慢躺下，床垫凹陷。阿跳惊恐地发现自己真的陷进去了，他手忙脚乱，手伸直，所以更狼狈，想爬起来，但越挣扎陷得越深，像一个陷入流沙的人。阿跳，九叔，救命，我动不了了。九叔站在门口，看住这一幕，忍不住笑了。你是第一个被床困住的僵尸。九叔走过去，用力把阿跳从床上拉起来，像拔萝卜一样，噗，阿跳被拔出来，整个人向后飞，撞到墙壁，然后滑下来。九叔无奈地摇头，算了，你还是睡棺材吧，我帮你找个地方。阿跳从地上爬起来，拍拍身上的灰尘。谢谢九叔，我真的可以住在这里吗？九叔认真地看住阿跳，当然可以，你是我的员工，也是我的朋友，我不想你再这样每天冒险从新界赶过来。阿跳的脸红补补更红了，这次是因为感动，他的眼里有泪光。九叔，我不知道说什么。九叔拍拍他的肩膀，不用说什么，明天开始你就住在这里，好好休息。夜深了，暴雨停了，旺角街头恢复了平静。便利店关了门，九叔在收银台后面打瞌睡。阿跳在他的新房间里，他没有睡在床上，而是把床垫拿下来放在地上，因为他习惯硬的。阿跳躺在地上，双手伸直，额头黄符沾得很实，表情安详。这是100年来他第一次觉得自己有了一个真正的家。阿跳小声地说，谢谢你，九叔。虽然九叔听不到，但阿跳还是很真诚地说了。然后他闭上眼睛，僵尸其实不用睡，但他想体验一下睡觉的感觉。阿跳的脸上带着微笑，窗外旺角的霓虹灯依旧光亮，便利店里一个道士在打瞌睡，一只僵尸在睡觉，两个格格不入的人在这个城市里找到了彼此。第二天早上，阳光透过窗户照进便利店，九叔伸懒腰醒来，他看到阿跳已经站在收银台旁边，双手伸直，面红补补，精神抖擞，官服熨得笔直，额头黄符换了新的。九叔，你什么时候起来的？阿跳，我不用睡的，九叔，我早上6点就起来了，我帮你整理了货架。九叔巡视便利店，发现货架整整齐齐，所有货品按颜色排列，薯片架又是彩虹色，而且这次没有放错位置，可乐在饮料区，雪糕在雪柜。九叔惊讶又感动。阿跳，你做的？阿跳开心的点头。是的，我花了3个小时，我终于学会了。九叔看住阿跳，阿跳的脸红补补，充满希望，双手伸直但姿态自信。九叔笑了一笑，做得很好。然后他走向收银台，阿跳跟在后面，像一个忠诚的影子。这一天，旺角的阳光特别灿烂，便利店的门开了，新的一天开始了。一只僵尸和一个道士的故事还在继续。暴雨过去了，但温暖留下来了。
阿跳终于有了一个家，虽然这个家是在便利店的后房，虽然他的床是放在地上的床垫，但对他来说，这就是家，因为这里有9叔。第5回完。